有人说啊，八下谈显化法则的时候，都会讲到高我或是其他什么的，但是我们都没有讲到高我啦，或是指导灵啊，或是蓝图啊。这又是为什么？对啊，都谈显化法则，会不会人家想说，谈显化法则，但是我们又讲的跟八下不一样啊？那他比较信任八下，所以我们都讲的不好不对什么的，跟八下不一样就不听。这样子，那佛陀好像也没有讲高我，也没有讲蓝图，那佛陀讲的就不对嘛？或者印度教的经文里面也没有讲这些。那其实这些是后来才有的一个学说啦。那这八下是从他高龄的这个知识，然后把它传递出来。那不是说有讲到就对，然后没讲到就是错，其实都不是这样。那有没有高我，有没有蓝图这回事，其实是有的。那我们不讲，我们没有讲的原因是，其实我们是根据，就像佛陀说，万法唯心造，信念就决定显化一切，这就是我们讲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对啊，但是其实这背后有一些力量，有一些不同的层次。那这些八下有在说，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一集来稍微带一下，然后来解释一下这样。那这样就要先谈谈高我。高我是什么？我们影片还没有谈过、对，还没有谈过高我。高我其实我们把它想的比较单纯，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游戏里面，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也就是在这个正在玩着这个地球 online 的这个自我，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小我。那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小我配合上我们的觉察，然后来再动用我们阿卡西的记录等等，然后再进行着游戏。小我觉察就是观察者的角度，然后再配合阿卡西记录，然后这三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来玩游戏，并且显化一切。那高我到底在这个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高我啊。那我刚刚讲的是在地球层面的这个物质世界，那是根据刚刚我说的观察者的角度一定在，小我也一定有，那个阿卡西记录的资料也一定有，不然比对不出现象，那我们就会完全处在登出的状态。那所以要玩游戏，要看到这个物质世界，就是要有小我，有观察者的角度，并且有阿卡西记录的资料。那高我到底在这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简单的说就是非物质世界的自己。那刚刚我说小我是根据我们阿卡西记录里面规范成一个设定啊，我觉得我叫什么名字，我的个性怎么样啊，我喜欢什么啊，我怎样这些资料把它跟我相关的，它自然形成了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我。那这个高我它跟这个自我是不同，它是一个神圣的自我，就是非物质世界的自我，就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不是在这个物质层面的自我，那它是我灵魂更高层次的一个自我。那它的自我是以神圣目的为导向的，就是我在这个世界，在地球上运作，在玩这些，那其实我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老灵魂就是一个时钟，这样走到最后回家。那其实回家是所有人的一个目标，你灵魂的一个进度的一个目标。那以回家为目的这个目标的话，那每个人其实不管生活在哪一辈子，生活在什么状态，其实他还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前进。那高我它就是设定了我们在这辈子如何学习到更加往这个目标走的一个轨迹。那它就是在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它不只是思考，而且是它有一个蓝图。好，现在又讲到蓝图了，有一个蓝图。那我们这辈子来到底要学到什么？然后我们才会更接近回到家的这个终点的这个路。那我们这辈子要按照一些什么东西来学习？它会有一个预先想好的一个课程，一些该学习的功课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变成说，我们来如果根据蓝图然后去走，那就变成一种很制式化。那像我已经规定好了，我来这边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那等于说我就完全没有自由啦。对啊，那就照蓝图走，就照蓝图走就好了。那还显化什么？对啊，干嘛还谈显化？没什么好显化的，就随便它。那像巴夏说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很单纯的分别，就是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感觉到是兴奋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符合我们高我的一个意图。当我符合我高我的意图去看待世界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喜悦啊、兴奋啊、开心啊这种情绪。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跟我高我的意图是一致的。那我就跟随着我的兴奋去生活，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其实这当中我们看
我们整个人生最真实的那个回到家的那个家的源头，其实就是那个观察者的角色，观察者的角度。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这个观察者的角度。那只要有这个存在，其实就已经是完整的，其实我们本来就具有这个了。那我们又回头去找到这个，那这个是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已经存在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哪里去。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影片也带出了这个，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终点了，我们并没有离开过终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终点，从来没离开过终点。终点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脚下其实已经是终点，因为那个观察者角度本来就在了。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马上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来游戏人间。我们一直说的是如何站在观察者的角度来游戏人间，所以我们是以终点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当下，我们现在已经是了，已经是，所以一切过程只是一个游戏。那所以既然是游戏，那我们就尽情去玩游戏，站在玩家的角度去尽情的玩游戏，那就是一场很有趣的游戏。那它就不是一个规范好的学习的蓝图这些东西。那如何能够符合高我的意图？那其实我们也一直都在符合高我的意图，但是我们有无限的创造力，同一件事，比如说我朝着一个我兴奋或者开心的方向去进行或者去接触这个世界，那这个方向跟高我的意图可能就是一样的，因为我感觉到喜悦兴奋。但是在这个进行的同时，我能做什么？可能有千百种选择，这个我来选择，而不是说交给这个世界，然后交给蓝图它去运作，然后我们就随便这样就让它发生吧，反正都规定好了。不是啊，我们是在玩线上游戏。玩线上游戏，既然是玩游戏，我们在每一个当下如何选择，我们都是可以按照自己去发挥我们的创意去进行去玩。那这些创意就包括无限的显化，我们想显化什么就显化什么，然后去玩这个游戏，并且让我自己能够既学习又满足。这个就是真正玩游戏的一个状态。在高我跟自我的一个对世界看法的一个取向的时候，如果我们感觉到开心兴奋，我们就会偏向高我的意图。所以当小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棒，然后也照着这个方向去显化去进行的时候，那跟小我跟高我就达成了一致，而在这个世界上运作，这个是巴夏讲的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这个状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最棒的状态。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巴夏的言论里面，他有讲到说，从小我如何去回归到高我，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又进入神圣的意图去运作你的生命。那这样子，你小我跟高我就达成一种融合。那这样子，在这个世界上运作起来会非常顺畅，而且会非常开心，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他有提到说，再从高我去回到超我，还有一个超我，超我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观察者的角度。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讲的是反过来的，我们是讲的是站在超我去运作小我跟高我。那所以我们讲的是直接回归到超我去看待这一切。我们讲的两个方向，不管是登出游戏回家这条路，或者是在游戏里面要玩的尽兴，我们都是常常都会讲到不解释，然后常常会讲到用观察者的角度来生活。那其实我们是在讲如何运用超我的角度来运作小我跟高我。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就会切入一个更超然的态度，我完全是站在一个玩家的角度来进行这一切，而不是在游戏里面被规划好一个任务，被规划好一个该如何行走，那就有点像看电影一样，而不是在玩游戏。这个好像之前有观众有提到说，那个杨定一有说过，我们人生其实都是计划好的，都是编排好的，那我们只要臣服，我们只要顺着这一切这样走，那我们只要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就好了。那其实这是一个，因为杨定一他说的是他从一个登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对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站在一个超然角度去看它，都臣服，就让它发生，我们也不干预、不参与，然后让它一直发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很自然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观察的角度去看，那就很容易进入观察者的角度，那就可以登出，因为他是用登出的这一点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们不同的地方是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要登出你就登出，你要玩游戏，主人跟你说如何玩得很尽情，
很尽兴。那所以在这个两个方向，你如果选择登出，那其实很简单，就不解释，一切都不解释，不只是臣服而已，不只是对眼前的一切臣服，而且对眼前的一切都不解释，那这样是最快的，最快可以跳出游戏登出。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玩的尽兴，那我们也不需要完全100%遵照什么蓝图、什么神圣的高我的指令，然后去进行一切，而是我当下想显化什么就显化什么，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我跟我用超我的态度，然后去融合小我跟高我来进行游戏。我把神圣的意图跟我当下的游戏结合而为一，既神圣然后又好玩。这个是我们要传达的一个。对，所以我们不会去太过强调高我，因为一强调高我就变成整个生命只是一个蓝图，然后都规划好的，然后就照这个剧本去走就好了。那如果一切都臣服的话，那当初佛陀可能就臣服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皇宫里面好好当国王，不要想太多，你就只要在皇宫里面学习该学习的，你玩你该玩的，然后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以后你继承了我的王位，然后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佛陀如果臣服于这个生命的轨迹的话，他觉得好吧，反正一切都是听从眼前的就好。那他可能就变成一个国王，以后就没有佛陀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跳出目前轨迹的一个思维，所以他才会登出游戏。那佛陀他本来是当国王的，那他跳出来不当国王，不是也是一种注定吗？他不是注定的，他每一个时刻他都按照自己想要显化的去显化。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注定。如果佛陀有一个蓝图，然后有一个佛陀的高我，然后佛陀就听这个蓝图去生活，然后一切就是照这个蓝图去生活，去显化出来。即使变成佛陀，也是蓝图规划好的，蓝图写好，你照这样走之后就变成佛，就变佛陀。那这样代表蓝图就比佛陀还大了。对啊，佛陀没什么了不起佛陀没什么了不起佛陀这样，那其实都是蓝图厉害啊。就变蓝图才是宇宙的主宰啊，不是佛陀，它是一个生命的主宰，不是，而是那个蓝图就是生命的主宰。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佛陀，没有什么宇宙一切万有，也没有所有的可能性。最大的、最强的一个神明叫做蓝图。以后我们就拿一张蓝图，然后再祭拜蓝图啊，你帮我写好一点，帮我写好一点，拜托。你的蓝图让我可能发大财，然后蓝图就改了，然后就写就几月几号，然后发财中了彩券，头奖3亿这样，哇，好棒！蓝图赶快改写，哇，拜蓝图才是正确，因为蓝图怎么写，我们生活就会照怎么样发生嘛。那所以赶快去拜蓝图啊！所有人都不要拜什么神了。对啊，拜什么神啊？也不要想什么显化法则了，因为赶快去拜蓝图，蓝图才是宇宙的主宰，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这样子就没有无限可能性吗？连一个可能都没有？没有啊，完全没有可能性，就是只有单一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就是蓝图，蓝图就是唯一的可能性，而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所以照这样的思维，蓝图其实它还是一个系统。蓝图就像 Windows 10这样，现在大家在使用那个电脑，一定用到 Windows 10了这样。但是其实有些人也不用 Windows 系统，他用的是 Apple 系统。对啊，那所以用 Apple 系统的人，他用 Windows 10可能不习惯。那用 Windows 10的人，他叫他用另外一个系统，可能也不习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 Windows 10。那如果我们蓝图就把它比喻成一个系统，是 Windows 10，Windows 10。那我们从 Windows 系统就是蓝图，蓝图已经这个系统升级到第10的版本这样，那 Windows 10，那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按照 Windows 10才有办法运作生命？其实不是。对啊，不是啊。我们换台 Apple 的电脑就好，我们换一个 Apple 的系统就好了。就是在游戏之外，像登出开悟，那真理就摆在那边，就是真理嘛，就真理就唯一一个真理啊。但是游戏之内，你可以。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信念也创造系统，没错，创造蓝图，对不对？没错啊，所以就是有无限可能性，有无限可能性版本，有无限个系统。所以我们之前讲说，当下这一刻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看待世界，就会改变我们的过去的轨迹，跟改变未来的轨迹。蓝图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轨迹嘛，就是过去已经决定好的轨迹。那但是我当下的一个信念，其实我可以改变过去的轨迹，也就是我随时在当下可以改写蓝图。那这样子来讲，这个就是活的，就不是死的。蓝图不是没有，它是一个神圣目标。高我也不是没有，高我是一个神圣目标的存在。我们在世界上体会到的一切，都是高我像镜子一样反射回来给我们看的。那高我是一个神圣的作用，以及反射世界给我们感受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自己。那高我非常重要，但是不是说所有事情就听高我，不是的，而是高我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面向。所以我们每一个面向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那
既然在游戏里面信念才是主宰，那么信念就可以去改变蓝图，也可以改变高我的思维。只要是符合回家的路，回家的路为什么一定要朝就是某一个方式？我也可以玩得很尽兴而回家，我也可以很穷光蛋的回家，我也可以有100亿的回家。没有人规定怎样达到那个终点，达到终点最后当然是只有无门之门才能达到，在无门之门之前。就几千万条、几亿条道路可以通到这个点，那我决定要用哪一条？那就是我们跟高我互相协调的一个结果。如何协调？就是用我们的信念。我们之后，因为我们讲到契机，开启更深入的这种影片的时候，就会带到我们跟高我的一个连接，让高我能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超我的角度，而让高我跟小我融合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的玩耍，而不是听高我的或是听蓝图的，都不是。哦，所以巴夏他讲的是对的，他讲的显化都是一套系统嘛？他讲的是一套系统，因为他讲的是非常让你非常开心、快乐的、轻松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显化出你想要的。就是其中一个系统这样子。没错。哦，所以我们讲的是跟他不一样的吗？他讲的是如何去感受到高我的意图，然后去配合高我，然后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成神圣的这个道路。那这样子就会活得很开心，活得很愉快。那我们讲的是玩耍，我们不是讲说要保持一个固定的轨迹，我们是讲玩耍。既然生命是活的，那我们就有完全的自主权。我们可以显化任何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情境、一个状态，但是并且又不违背我们高我的一个路径。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双赢、多赢的一个局面，只是选择的问题。选择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说，如果你选择Windows 10，那你就可以照 Windows 10去运作。同样是意识能显化系统，你意识显化走 Windows 10的系统，那么你就走 Windows 10的系统，它没有所谓对错。所以是说这两个系统 Windows 跟 Apple 系统是都可以显化的，甚至可以显化更厉害的系统都可以。哦，甚至在显化更厉害的系统都可以。哦，所以这只是不同的系统的差别，但是它一样是可以运作的。生活只有选择，没有对错。你选择用跟巴夏一模一样，然后 Windows 10的方式去运作生命，那就是你的选择。那巴夏讲的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我们没有说巴夏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提出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其实站在超我的角度去让小我跟高我融合来玩这场游戏。如果巴夏听我们这样说，他一定也会觉得很棒啊。对呀，他不会觉得我们说错什么。对啊，这没有对错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是选择问题啊，就不是说啊。信一个师傅，然后其他只要跟师傅讲的都不一样啊，那就都是错的。你可以说开悟回家那些的，就真理就是真理，就没门嘛，就没有内容的，那就是真理，那只有这样子。但是在游戏之内，信念创造实相，它也同时创造系统。对啊，有好几种无限可能性的，所以大家可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一切这样子。假设说我们跟那个巴夏一样，我们这些讲的内容其实都是通灵，然后跟大家讲的，搞不好人家就会想说，高灵哈不错，然后我来仔细听听看讲什么啊。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通灵啊，我们就是自己，我们是怎样？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巴夏是一个高灵，然后是一个存在，那我们也是一个存在，我墨子是一个存在，乔是一个存在，那我有超灵。因为我们有观察者的角度，那每个人都有，包括巴夏他有他的观察者的角度，所以他也有超灵。那既然每个人都有超灵，然后都有个体性，那不是完全一样的嘛？其实是同样的，而且是同一片海洋，不是分开的东西。我们把它想得很特别这样。对呀，这是什么？就高龄哇，高龄就一定很高频，讲的全部都对，只能听高龄，不要听人讲话。所以人跟人嘛，人跟人难免会有那种，其实会有那种比较，就觉得这两个人，我看起来就像普通人，我来听听看这两个人在扯什么，有讲的比我好吗？所以佛陀当初讲依法不依人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讲的，甚至我们连蓝图都给它打破，就是我们是希望大家从受局限的很小的一个范围解放出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那在蓝图这套系统里面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但是它还是有局限。我们甚至连这个很大的一个框框，我们也企图把它打破，进入一个完全没有框框的状态。一个理论或者一些话，
是把你引导到更开阔的，还是局限在某一个范围的？那可能那个范围搞不好认为是一个安全范围或者舒适范围，不管怎样都好，那始终是一个束缚。那我们讲的是从所有的框框里面解放出来，而不是限制在某一个框框。但是我们如果决定哪一个框框是我们喜欢的选择，随时你可以在那个系统里面运作。这是很单纯，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 Windows、Apple 或者 Linux 或什么，任何系统你都可以去选择啊，那就是你个人的选择，完全是自由的。我们讲的是那个自由，就是你选择这个系统是你的自由，你选择另外一个系统也是你的自由，甚至你显化出另外更不同的系统来也是你的自由。我们讲的是这个自由，而不是哪一个系统是好的、是对的、是怎样。你要哪一个系统都是你的自由，都可以，你爱哪一个就用哪一个。你用的顺手啊，用的开心，你就去用那个系统。对啊，甚至你觉得目前的系统都不能满足你，你自己显化出一个更棒的系统，那哇，那我觉得很棒，哇，你竟然能显化一个你自己更好的系统，哇，那真是拍手。那我们讲的是这个，所以一切都是自由的。那怎么样不照蓝图？就是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更超然的态度去玩这个游戏。如果我们能觉得，其实世界只是一个游戏，不那么真实，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就算不登出，不变成玩家，我们还是会有一种好像在玩游戏的感觉去进行这一切。那这时候我们就想显化什么就显化什么。我们跟我们的神圣意图其实是可以在一种比较吻合的状态，就是因为只要是玩得开心、玩得兴奋，就会符合我们高我的意图。那我们就在这个原则下，但是发挥我们无限的创意去显化，那我们就会又开心又好玩，然后有趣的去玩这个游戏，不需要管那个蓝图那些，这样子我们就不被蓝图困住。那其实它离蓝图的标准其实也不会相差太远。好，这集就分享到这里了，拜拜。拜拜。